天哪，什么都没有。饿死我了。你干嘛呢？我刚好我在这找点东西。找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那个刚才我在我们家啊闻到一股香味儿，你是不是做饭了？啊！哦，那你不会跟上次一样吧？又做多了，别浪费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是想，昨天下午来了个急诊，在手术台上血一直止不住，一直知道那儿今天中午。幸好在是陈大忠，一直在外边叨叨说那个姜百烈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他逗不逗？他说姜百烈中午叫餐叫了个毛血旺，所以今天血旺。他在手术室说这种话，我们手术室所有人当时都饿了。你说这人气不气人？不过啊，这倒是老秦的风格。哎，你快吃啊！你不吃啊？这么好。我刚做完饭，你先吃，一会儿我再吃。那自己吃啊。吃肉。进来。就是这两盆，还有这些你都拿走。这么多？对啊，放我这儿我养不活。不是，话说你这屋怎么一点家具都没有啊？你要住这儿，还不如住值班室呢。如果买了家具，就意味着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。新的生活什么意思啊？那不如你先试着买一件呢。比如说，先买一个桌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循序渐进的再买其他的。新的生活肯定是要开始了，这么凑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。好像听起来也不错，可以试试。进。一大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走。问一个问题啊，冰岛有多少人口？冰岛有多少人口？我哪知道？有30多万人。所以呢？自己看。新伴侣3代人工心脏进军欧洲、冰岛等国，获批进入临床实验。这款人工心脏使用了最新的磁悬浮技术。初步计算，我国大概有近1000万的心衰患者，这是冰岛总人口的30倍。现实问题是，这总人口30多万人的冰岛，患者可以用上人工心脏，而我们国内却用不上。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。说句矫情的话，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什么叫时不我待，迫在眉睫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佳宇，整形外科。这个造影你帮我盯一下。好的，廖主任。哎呀，你看了吗？看你怎么不行啊？你怎么了？你休假休少了啊？在家又吃又喝又玩的，哎，害得我在科里替你看管病人啊！刘主任，其实都是我在看。没有吃吃喝喝，我也就是一天睡个10几个小时，哎，太不行了。都顶我3天的觉了，成心气人呢。你们以为我想休假呢？你们又不排我手术，我这手都痒。主任，哎，主任，哎，
整形外科于主任转过来个病人，他过来跟大家说一下病人的情况。哦，哎，于主任，进来呀。哟，双弟，嘿嘿，哎，上次在你门诊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唐主任，有秦大东在，我没办法说明情况的。为什么？秦大东对我们整形外科有偏见，嘿，他在院里好多场合下都说那种侮辱性的语言，他公开叫我说是双眼皮缔造者，就刚才说那个双弟。我们整形外科不光是做双眼皮的，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唇腭裂的修复啊，给烫伤患者做治疗。反正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的。就说昨天我还给一个病人切了一个巨大的黑痣啊！妈呀，你都会切黑痣了，双弟，你现在神医了，看了。有出科的活吗？刚才那个廖主任这有一个血管造影，把单子给他。啊？你干嘛给我呀？你要么消失，要么1个月做2主。不是，我去，我还是去吧。哎呦，双弟，开玩笑呢，别这么认真呀，双弟。哟，辛格的双眼皮，真帅。我跟你不熟。好了，于主任，忽略他，你继续啊。那我说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啊。这个病人呢是预约下个月做这个隆胸手术的，哎，今天来做这个术前检查，拍这个 X 光片，我一看个这个 X 光片，哎呦吓一大跳啊！我赶紧就把他人带过来了，你们看看啊，这个心脏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巨大心脏。徐明珠，于主任呢？啊，于主任回整形外科了。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什么病？我该不会得癌症了吧？我认识一个女的得了乳腺癌，我也是。我们这是心脏外科，你怎么可能得乳腺癌？那是哪病了？主任，有人找你。哦。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比如心慌气短、咳嗽之类的？好像是有一点。我这些年总是感冒，然后身体确实有些不舒服。我给你听个心脏。好。2件半杂音，再加上你 X 光的检查结果，初步诊断应该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你可能需要手术。手术？那我能不能跟隆胸一起做？徐明珠，你得的是很严重的心脏病，不止心脏瓣膜有问题，而且还导致了巨大的心脏。你的心脏比正常人的要大很多。心大，这不是好词儿吗？要不我先做隆胸，然后再做手术？不行，生理上心脏大是非常危险的。最近你都不要想隆胸的事儿，先把你的病治好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我该小的地方大，该大的地方小呗。意思好像也都对。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先收你入院做检查，然后我们给你制定手术方案。给病人查链球菌、血沉、C 反应蛋白，再做一个心脏彩超，传导估计也有问题，再做个心电图吧。那个能不能让做的医生呀？谁？他？为什么？看见长得帅的人，定雅的开心。好，那就江百烈负责你所有的检查。这个
有点惭愧啊。先把病符换了吧。那病人的检查就由江百烈负责。周达，你去 ICU， 龙向东，你跟廖晓波跟我上手术。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！一直往前走啊，过了那个门就是。再往前，对，就那个，对。廖波。那个病人问我宋主任诊室在哪儿，我就给他指了指路。那个病人不是我上周出门诊的病人吗？他找宋主任干嘛？病人改变主意了呗，想换医生，这我也管不着啊。唐主任，要不咱们就实话实说吧。你说我在你这儿呢，只能给你添堵，要不你就放我回宋主任那所，我保证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廖晓波，你是哪来的自信，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中医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收拾你办法多着去了。唐主任，那个你看赵颖那边扣了咱们重病组好多的单子，都说是这个报告没填完呢，什么。这怎么办啊？给廖晓波吧。今后咱们组所有的文职工作都交给他做。得嘞。不是主任，今天好不容易排了我一台手术，我想上手术。不用上手术了，从今以后你就留在办公室补报告。万一有什么新来的病人，你好给他指路啊。宋主任办公室该怎么走？你替他上手术。得嘞。不是唐主任，这个手术，恭喜你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！哎呀，姐，就这么让他为所欲为？哎呀，你就知足吧。歇假歇了那么多日子，都不想上班了吧？啊，我这跟他申请歇假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一次次的都给我本回来了。哎，得了，我上手术去了。我的天啊！徐明珠，护士来给你抽过血了吧？现在做心脏彩超。小哥哥，你叫我江医生吧。哦，江医生，我想问你啊。我那个手术也会留这么大的疤吗？你别在网上瞎找这些图来看，自己吓自己。这个开胸手术呢，创伤确实是比较大，但没有那么严重啊。那我还怎么穿舞蹈服啊？什么舞蹈服啊？有个电视剧试镜，那个角色要跳舞，舞蹈服好大的领子呢。对了，我还想跟你请假呢。我突然好不容易弄到了试镜的机会，就是今天，我现在就走。不行，你别乱动。昨天唐主任跟你说半天，你也没听进去。你现在的病情很严重的，你不能像平时那么蹦蹦跳跳的。而且做手术之前，你不能离开医院，知道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那是因为你心大。你侧身躺好，把你上衣解开。就出去1个小时行吗？不行。我帮你。这还真有点吃撑了。今天终于抢到鸡腿了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食堂踏踏实实吃过一顿饭了。哟，那不是因为您这大忙人恰好今天没手术，我都吃3天鸡腿了，多幸福呀！要不咱俩换换？来，宋主任组不一向手术最忙吗？你怎么能吃3天鸡腿啊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廖主任不在，宋主任少了一员大将，人手不够啊，只能减少手术量。哎，江美丽，什么时候把廖主任还给我们组啊？这是人事方面的事情，超纲了吗？你少来你！江美丽，那不是中病组今天刚说的美女吗？徐明珠，哎，徐明珠，徐明珠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这心脏不能这么跑，别跑呀！秦队，你的电话一直在响。别理他，肯定没什么正经事儿。看见谁打来的了？前西3号。啊，括弧，千万别接。我知道了。
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不错的。是啊，实际手术时间确实比预期的要短。哦，对了，主任，你这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去趟 ICU，周大让我过去帮个忙。去吧。干嘛还这么夺命连环，靠我这做手术呢？啊，点点病了，检查了吗？肾病。主任，今天中午徐明珠心脏骤停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他不听医嘱溜出去参加什么试镜，还好除症给除回来了，目前看没有脑损伤，您去看看吧。唐医生，我知道错了，刚刚江医生已经训过我了。现在情况还算稳定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偏球菌阳性，这个是彩超和这个CT。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伴二尖瓣反流，合并巨大心脏。你需要做左心房折叠术，还有二尖瓣换瓣。换瓣有生物瓣和机械瓣两种选择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。详细的情况江医生会跟你解释清楚。我建议你找你的家人还有朋友来陪你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。可是我家里人不在这儿啊。江医生，你别躺下。这手术会留疤吗？太难看了，我不想留疤。徐明珠，你刚才差点命都没了，因为在医院所以才抢救回来，在外面可能就救不回来了。现在你关键的不是美丑，是要活下去，你明白吗？可是好看对我来说就是命啊。唐医生，我给你看，这个是我靠辛苦打工赚钱给我爸妈在老家盖的房子。其实有的时候除了外表，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。我又不像你，你有那么聪明的脑袋。可是如果我没有外表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徐明珠指定你做她的医生，你就得对她负责啊。这次是救回来了，如果她下一次再擅自离开，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？主任，这事都赖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，真的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我记住。不可以有下一次。不可以，绝对不会。把刚才说的这些都给他记下来，好吧？哎，主任，哎，刚才那个患者的医嘱我已经写好了。嗯，哎，秦大忠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待会儿还得 ICU 看个病人呢。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真的啊？这个剂量太大了，减半吧。我可真走了啊！别墨迹了。拜拜，大荣叔。哎，刚才听见说什么秦大忠前妻3号是谁啊？大东说他离过3次婚，但其实那只有2人前妻。这个前妻3号跟前妻1号是同一个人，离了婚又复婚又再离，好像叫石什么，我给忘了。他们有一个女儿，叫点点对吧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没听大东叔说过。您干嘛问这个呀？我今天刚好就听到说，好像点点生病了。严重吗？不知道，希望没事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那个钥匙忘那儿了。那个主任，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放进来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家里这臭闺女病了。点点。你说说，我能不能请几天假？我前妻是根本照顾不了她。你今天给我打了1天的电话，我根本就忙不过来。而且咱们科里，你说现在这么多事儿，我也不想麻烦你们，所以，我毕竟是点点的爸爸呀。行吧，那你先休假。如果需要住院，还有其他什么的，尽管开口，别客气。那我能歇几天呀？我听你招呼吧。
谢谢主任啊。你好，请问找谁？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人工心脏的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帮你叫一下我们主任。唐主任，就是这个报道，人工心脏。是的，这个新闻我看过。这个没有。主任，这个是进口器械，目前还没有进中国市场。不过我们国产的人工心脏也在研究当中。真的？那什么时候能给人用？这个时间还不能确定，因为研发出来要先在动物身上试验，到底什么时候能用到病人身上。这样，你是带着病历吗？对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啊，谢谢您。进来吧。这个心衰的情况挺严重的，可能生存期不到1周，而且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坐飞机了，想去国外做手术也不行了，对吗？其他3家医院都是这么说的。下个月我男朋友退伍回来，我们就结婚。要是我爸能看着我出嫁就好了。唐医生，1个月。有可能。没有。谢谢。早上我看见新闻，我以为又有希望了，没想到。谢谢你们。我来吧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送家具的来你们家好几趟，你都不在，晚上手术。没有手术，昨天去王海明那儿，就是那个研发人工心脏的工程师，我去催了一下进度。怎么样？唉，王工，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样机缩小的方案有了吗？我还没有开始想呢。还没有开始想啊？我做一件事情之前必须要仔细的查资料，然后要充实这里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。你能不能加快点速度啊？不然的话，病人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上人工心脏？病人什么时候能用上人工心脏，不是我考虑的范围。我要做的就是研发一台完美的血泵，然后急不得的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心里的完美血泵是什么？严谨、高效，而且超前。那你完了。我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新伴侣3代就是磁悬浮，已经在美国上市了，现在他们已经要拓展欧洲的市场了。等你充实完这里，再慢慢研发。等你的人工心脏上市的时候，全世界对这种技术已经没有新鲜感了，那你的超前是不是就失败了？我送你8个字：时不我待，迫在眉睫。整体来说还挺顺利的吧？希望早一点进入动物实验。那就行。那个妈，好了。徐明珠，过2天就要手术了，你确定不通知你的家人？怎么了？还为了手术留疤担心呢？担心也没用，还是先保住小命吧。不留疤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疤痕有长有短，正常的开胸差不多有这么长吧，但是有一种小切口。可以控制到这么长。真的呀，唐医生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东西盖一下呀？唐医生，你能做小切口的手术吗？小切口也是可行的，只是手术室也报了不够，手术起来有些困难，需要给我点时间。谢谢唐医生。
主任，这个真的能做小切口？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我也没做过小切口，只是在资料上见过。咱们科那个邱主任小切口的专家，跟宋主任关系都贼铁，这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你了。邱主任能不能帮我，廖主任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吃好便秘吧。啊，对了，这2天秦大中休假，他的活大家分一下。没问题。准备一下吧，上手术了。好，不是主任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啊。不是，老秦那手术我可以做啊。庞主任，叶主任，你有手术在5天对吧？对，一会儿2天夹槽。哦，对了，你认识我们科的邱主任吗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我有个病人要做小切口手术，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刚才我去咨询了，但是他支支吾吾什么都没说。这很正常。这宋主任和邱主任很熟，但是我觉得邱主任人挺好的，关于病人的事儿他应该不会那么吝啬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小张，你怎么了？宋主任台病人不知道哪里心脏大出血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去取血。你去5间跟他们说一声，我晚一点到。血回收，动作快点啊！出血点在哪？宋主任，需要帮忙吗？张主任，你上台帮我检查一下。我马上刷手。好。快回收血！你拿血的回来没有？打电话催一下。大步。你摸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针池。针池。 4个0的线。4个0的线，快。主任，血压回来了。继续手术吧。张主任。谢谢。徐明珠，你又想开溜啊？我真的生气了啊！江医生，我正找你呢。你要去哪儿找我呀？我要面试，你能不能把办公室借我用用啊？行吧，那你就在这儿面试吧，我就先去忙了啊。啊？你不陪我面试吗？我这是个小小的住院，总有很多事情要忙的。啊，对啊，你不许再溜出去了。知道了。面吧，加油！面完了，怎么样？反馈不错，需要等通知。那怎么感觉你闷闷不乐的呀？你是担心你这伤口的事吗？主任都说了，帮你想办法了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就是遗憾。啊？我的第一大遗憾就是我还没被人亲过。怎么可能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我是什么样的女孩啊？对不起，
我不是说你是，你说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是那样的女孩，我是说你是这样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主任，吃饭呢？啊，哎，我等你呢，我知道你会来。我刚才在冰箱里看见切成饼的盒饭了。这个呢？什么？你看看，看看，小切口。这是邱主任的武功秘籍。邱主任可是我们安和的灵魂画手，每一台手术他都画。这一册呢是专门关于小切口的，各种情况都有，你看看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这个被你搞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不是借我了吗？先吃饭，然后再看。吃饭看。筷子呢？忘拿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想，我的确应该买一整套家具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陪我去挑选一下？好啊，哪天啊？那就等我们两个哪天都没有手术的时候。周五行不行？周五好像不行，周六呢？周六我好像不行，周日吧，要不然，那就下周一。徐明珠，护士长说你找我，哪里不舒服吗？江医生，过来，我有跟你说，要不你帮我把我的经验。徐明珠，你这个遗憾我可能完成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医生，还有第二点吧，我觉得这事儿是个挺重要的事情，你还是应该找一个就是你真正喜欢的男孩子来帮你完成。你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子呀。我帮你叫麻醉医生吧。哎，江医生，你说。手术疼吗？不疼，放心吧啊。化掉无言的情绪，俯下身，一瞬间才发现，枯燥身心呀，完成了那些生长的力量。主任，麻醉完毕，准备手术，手术刀。温暖的远上，如果有个人弹唱着吉他，天空之下还在轻唱，从前的他也远去了。还没到探视时间，女士，没到探视时间。您要是找哪个大夫啊，你给打电话，让他出来接你。我打了，联系不上，要不你帮我找找秦大忠。秦主任，你找秦主任啊？秦主任休假。你是他病人吗？哦，
我跟他是一组的。我是他前妻。啊，那我知道婷，你们不是在家照顾孩子吗？点点生病了。我就是带着点点来找他的。兽医说了，点点是肾衰竭，他现在需要住院，还要做手术。秦大忠答应我的，他来承担。结果呢，电话不接，人也消失了。兽医？你看，多可怜呢。他是点点？点点是条狗啊。怎么了？从这么小我给养这么大，这当然是我孩子，那我就是他爸了，我又没说他是人，这是你理解有问题。我理解有问题啊？那你没用他诱导我来骗假期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欺骗？我孩子就是病了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。问题是我前妻她没让我去，我就去不了了。但我一想，反正我也请假了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歇几天呗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也是哈，假都休了，反正已经回来了，今天开始工作吧。啊，那今天的手术你医助吧。没问题呀，我这就准备去。缝皮要用美容针啊，得把你从前的专业用上。这话我怎么没太明白呀？这美容针跟我的学这专业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明白啊？20年前滨城小镇颇有名气的整容外科医生不是你吗？秦大忠。你怎么知道？实力告诉我的呀。在我告诉他你用狗假冒孩子欺骗假期，他听了就火了，立马说要请我喝咖啡，说要跟我讲一讲你的底。我说我没有时间，不想听。他说你一定得听，听了绝不后悔。我就去了，听了之后果真没有后悔。你从前够精彩的。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，尤其是不能告诉整形外科以后，尤其是于主任，我老跟他们开玩笑。秦大忠，你挺逗的，你本来就是整形外科，你为什么老挤兑人家其他的整形外科于主任他们？我也不是说诚心要取笑他们，我就是见到他们我就压不住火，我这嘴也有点碎。你那是碎吗？你对人家是人身攻击。行了行了，甭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你不会真跟于主任他们说吧？唉，我可以不告诉。什么条件？说。可以啊，秦大忠，你挺上道的，是吧？我现在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以后就不要像从前那样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就把你从前这点事儿发到医院的群里。你也不在医院的群里，有谁会拉你进去？这是重点吗，秦大忠？好吧，那从此以后我就赴汤蹈火，马首是瞻，行了吧？那还有2点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说。今后不要总是瞧不起人家整形外科。还有一点，你前妻带狗看病的钱，赶紧转给他。哎呀，我这2天假歇的哟，亏了。喂，我刚下手术。行，那家居店见。浪漫的蝴蝶飘荡，你的发散在肩上，就连余光也被你勾住心房。手心微微的发烫，和你眼神的对谈，似乎耳边有。今天手术这么快，竟然比我早下台。最近啊，秦大忠这个医助表现特别靠谱，所以手术结束的早。我也发现了，这2天他特别配合，是不是他有什么把柄到你手里了？当然不是了，他肯定是被我高超的手术技术所征服。真够自恋的。今天我准备把所有的家具都换。啊，走。先过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李阳。大主任，我出差回来啦，好想你呀。
我去找你吃饭吧。哎，丽英，来来来。哦，忙啊。那好吧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丽英，你那麻醉医生还没追到手啊？这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你那隔的是金刚砂子。他要是好追，我还不喜欢他了。反正他迟早是我的。哎，你尝尝，给你点的。谢谢。知道你喜欢这个啊。好吃哦。主编，啥都在呢。主编，我说个事儿。小张。安和医院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，我听说他也要参加人工心脏研发大军了。你去采访一下，探探虚实。主编，我这手头上好几个活呢。安和医院，主编，我去。哦，对，丽英最合适，她跟安和医院那可真是缘分不浅呢。那就丽英去吧，好好干。人工心脏这个选题很重要。谢谢主编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薛老。哦。哎，你久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请进。来，请。你先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会啊刚开完。我也是来的仓促。小刘啊，咱们可好久没见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几年没见，您身子骨还是这么硬了。行了，别忙了，我喝过了，不渴。薛老，您是新外界的泰斗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找您。用不着麻烦你跑一趟来找我。哎，对了，您找我这么着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心脏呢出了点毛病，想来你们安和做个手术。这是17床的冠脉造影，提示的是冠心病双支病变，前降之后回旋的狭窄程度都超过了90%。这个患者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换。主任，你在画什么呀？我看邱主任把手术重点都画下来，清晰明了。我也想试试。怎么样？看得懂吗？下个病人。您选择在我们安和做手术，那是对我们心脏中心莫大的信任。我们当然120分的欢迎，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：您做什么样的手术？冠心病，搭桥手术。那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不去仁外医院做呢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仁外医院的老院长，虽说退休了，但是现任院长也是您的入室大弟子朱伟宁啊。我知道。你接着就会说，做搭桥手术没有比我那个二弟子顾英雄更合适的。可不是嘛！除了朱院长，仁外大主任顾英雄是最出名的，在搭桥界人称亚洲第一刀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跟您最亲。对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不在仁外做。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。伟宁飞来飞去，忙得很，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。顾英雄，就他那较真劲儿，我要是让他给我做搭桥手术啊，不知道得跟我做多少检查，才能把我推到手术室去。我就想知道，您想找哪位医生为您主刀呢？就是你们最近来的那个女医生，唐佳瑜啊？对，就是她。哦，对了，我来你们安和做手术，一定要保密。那也就是说，等着手术的病人有8个，那 ICU 术后等着转出来的是几个？6个。
而且我们现在的手术量和病床周转率也都提高了。不像某些组少了某些人，好像连手术量都少了1/3。那是，宋主任就不会让我去补病历，手术给我排得满满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没有我，宋主任组的手术量也是排在全科前3的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没时间写病历啊。那么多小活，走的就是数量制胜的路线，手术难度低，死亡率自然也低，就是没什么挑战。你说谁手术难度？好了，天天因为这种事儿吵，不觉得烦吗？江百烈，你去排一下手术。好。其他人走，准备查房。刘院，队长，院长，我不做。你不会不知道薛胜伦是谁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是在国外，不是在南极。那你为什么不做呀？薛老可是外科协会的荣誉主席，你把他做好了，他说一句话，可比别人说多少话都顶用。上一次峰会主讲人的差事没了，很多人质疑你，这对你就是一次好的认可，对整个安和医院的认可。你要知道，人外的心外科有多强大，人外的老院长选择来安和做手术，这是对我们多大的信任和肯定。给薛老做手术，多少人求之不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手术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做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不想做。我去查房了。哎，我把薛老安排在了 VIP 病房。我跟他说，唐佳玉做个急诊手术，做完了就去看他。我还嘱咐 VIP 病房的人，不要让人去打扰薛老。哎呀，我就怕薛老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在我们医院做手术，那咱们就让老前辈失望了。你有没有办法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那么小声说话呀？这屋里就我们俩人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你是医务处处长，这事儿事关到医院的荣誉，这事你必须得管。这样，你再劝劝唐佳玉。欧阳，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。说吧。我已经说完了。啊？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，就是这句话，不然我还能说什么？那你去找刘峰，你告诉他，研发一个时间机器，让他自己坐着这个机器回到20年前，让他不要选胸外科，选择心外科，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给薛成龙做手术了。我要真有时间机器的话，我就回到刚请他回安和的那一天，我抽自己一个大嘴巴，告诉自己别自讨苦吃。你来找我，不会是仅仅为了吐槽吧？这次你必须得帮我，唐佳瑜必须得做这个手术。唐主任，你回来了？哎，又去垃圾分类啊？啊，今天怎么在医院没看见你啊？哦，我今天排的都是神脉的手术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。怎么不管用了呢？易主任。唐主任。啊。怎么了？你做饭了吧？啊，做了点便饭。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吃了2次你做的饭，我现在吃食堂饭都不适应了。要不然以后我雇你当厨子吧，我挺有钱的，
可以啊，我正好挣点外快。你怎么事？啊，我不饿，我这不是心想让你吃饱了以后不生气嘛，免得让我也去做那个时间机。刘峰派来的吧？不是，其实我也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不肯给薛老做那搭桥手术？薛老这人我见过，人挺好的，无论是做导师还是做医生，他都是很值得让人尊重的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值得吗？他是别人的榜样，但不是我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会到国外受了那么多罪。你认识薛老？我当然认识他了。我估计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吧？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，就根本不会这么厚着脸皮让我给他手术了。哎，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做实习医的时候，薛正伦在附属医院做了一场公开的手术。开放生主动脉。我后来呢，就给他写了8页纸的长信，我说，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他这样的心脏外科医生，然后希望在他的门下学习研究生。怎么样？那后来他回你信了吗？回了，回啥？ 8个字：不收女生，请勿尝试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他怎么那么记仇啊？都20年前的事儿了。行吧，那我去跟薛老解释一下。一鸣，谢了。进来。谢了。啊，刘副院长，您休息呢？没有。这住院还看文章，多伤神呐！哎呀，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嘛，看看国外的研究发展，也练练脑子，要不废了。谢了。跟你商量件事儿。说。是这样，能不能给您换个主刀？还是得盯紧点儿。知道了，主任。用量变吗？啊，看病人耐受能力吧，加点量。好，主任，那我去 ICU 了。唐医生，我是谢正伦，你好。你们刘副院长讲，说你回来要做2次开胸，所以我就……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血已经止住了。那就好。作为心外医生，能听到这几个字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再见。唐医生，请等一下。我已经说过了。我不会给您手术的。就算我薛正伦死了，你也拒绝主这个刀吗？心脏搭桥是不会死人的，除非你的心功能……我做的不是搭桥手术，我得的是心脏血管肉瘤。心脏的癌症。这个片子啊，是3个月之前拍的。我现在的自我感觉就是梗阻症状加重了。我估计啊，现在这个肿瘤比片子上要大。哎呀，
给病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，到头来我的心脏出了这么大的毛病。老天爷这个玩笑开得太残忍了。手术会非常难，肿瘤长的位置很刁钻。这颗肿瘤对所有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噩梦。不过，就我对心外科医生冒险的本性的了解，这颗肿瘤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因为越危险的东西越有意思。唐医生啊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既然你对往事耿耿于怀，不如呢，先把这手术呢接下来，用事实证明，当年我没收你这个学生是我的错。就这儿说就行。这个病人已经昏迷了8个月了。没事儿。如果咱们说话的声音能把他叫醒的话，那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奇迹。嘘，说一说。啊，那我说了啊。昨天发给大家的 CT 都看过了吗？看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薛老居然有了这么个病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到咱们安和来治疗呢？他肯定有他的考量。我打算接下这台手术。不过他有个条件，就算这个手术可行，我同意做这台手术，可是仁外医院的人他们会担心你。仁外根本就不知道我病了。你们刘副院长也是只知道我是来做搭桥手术的。哎，如果让他们知道真相，那就糟糕了。所有的人就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所有的人都会提出他们自己觉得正确的手术方案。那我这手术我就做不成了。所以啊，必须得保密。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呢？只要手术之前能瞒住就行了。主任，薛老那张 CT 是3个月之前的。对呀，起码得拍张新的 CT 给我看看。这个我会想办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会是一台非常艰难的手术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想到合适的手术方案。但是实际情况我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，不愿意参加没有关系啊，可以退出，只要保密就行，没有必要勉强。主任，我想去学习。我也去。哎呀，按照惯例，我铁定是要退出的啊。但是谁还没有个偶像啊？你们看什么？那个老头真的很厉害的。你呢？我肯定是跟大家站在一起的，我也去。好。但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廖晓波是个危险因素，他怎么办？主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最近给廖主任多排排手术，让他在手术室里待着，这样发现的几率会不会就要小一点？是个好办法。那明明呢？外聘病房的护理我亲自来，护士这边你也可以放心，不会泄露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今晚上小汤主任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神外，不是心外。主任，你刚才说 CT 的事你来安排，你是怎么安排？病历上就写关美搭桥，薛正伦去做检查时小心点，不要被看到，这样就差不多能瞒到做手术之前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。那还需要在做 CT 的时候支开 CT 室的人，你一个人做不来。我可以。你不可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叶主任，9号手术间插管出了问题，叫你赶快过去一趟。啊，好。啊，走。已经开始锻炼肺功能了。哎呀，做这么大的手术，没有好的心肺功能，那真扛不下来。好在我呢，平时呢都锻炼身体，哎，除了长了这么个肿瘤，各部件呢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希望是这样。这位是龙医生。薛老你好。我们2个带你去做 CT。崔主任一直打电话让我回诊，我让他找曹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支开了 CT 室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没发现。我问的是检查结果。其实情况不太好。肿瘤居然长得这么快。你看这边边界已经模糊了。主任，如果现在已经转移了，其实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。刘主任，今天排了你2台手术。不是你们干嘛去了？一早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声。江美丽，这病历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病历权限怎么锁了？只有唐主任能看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前面那句。啊，今天排了你2台手术。哎呀，不是说不让我做手术吗？哎呦，您快起价吧，2台换瓣，我跟您搭伙。周大已经在消毒铺单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做手术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哎，江美丽，这个新病人的事儿，别瞎打听，快都靠您了。这看来啊，得必须排除是否转移，然后才能考虑手术。要检查是否转移，必须要先做放射性核素全身扫描。哎呀，那就是考核医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不像 CT 啊，核医学的人没法撵走啊，那就瞒不住了。昨天你劝我给你手术的时候还那么坚定，今天遇到这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。你有办法？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担心。CT 室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明白。唐主任。你是哪位？唐主任是吧？您比医院网站上的照片漂亮啊！我是医疗事业周刊的记者黎英，我们之前打过电话预约过采访的。主任，我把病人送走吧。我们什么时候约过采访？哎，那位病人怎么好像仁爱医院的？李记者，你说的采访我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很抱歉。哎，唐主任，采访您主要是因为人工心脏研发，现在国内各大心脏中心不都开始研发人工心脏了吗？那听说您也加入研发大军了，我们的采访不是正好给你们造势吗？我对造势不感兴趣，研发就是研发，不好意思。唐主任，进。主任，我问了，核医疗那边只有李主任在。李主任是哪个？就是那个，说了你也不记得。但是啊，我知道我叶师兄跟李主任很熟，要不……这件事情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行。实在不行，那就只能直接送去治疗，在隐瞒病情和治疗之间，得选后者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你回来了啊？出差顺利吗？哎呀，你一见我就说出差，出差有什么好说的呀？
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就知道回3个字再手术。你这么冷淡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到你呀？英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拿你当妹妹看的。小的时候，你爸还经常带你上我们家来玩呢。那小的时候是妹妹，长大了就不能是女朋友吗？让小夫猜。英，可以了啊。说吧，来医院干嘛？我能干嘛？当然是采访了。叶主任，你能不能赏个脸，跟小妹妹一起吃个中饭呢？哎，先别着急拒绝啊！我刚在别人那碰了钉子，正在沮丧呢。碰钉子？谁啊？就新外新来的那个主任唐佳瑜。唐佳瑜？啊，对了，李颖，你说你在唐主任那儿碰钉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医院找他，是要做人工心脏相关的报道。那别的那些医院，他们都可欢迎这种宣传了，没想到到他这儿，他给我一口回绝，气死我！哎，他今天好像带着一个老头去 CT 室做检查，那个老头长得很像仁爱医院的薛老院长，真的很像。我还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CT 事儿的事儿不能外传，这一听就是有问题啊！我在医疗周刊待了这么久，我最知道医院这些小九九了。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，接薛老的手术？还不是拗不过刘峰吗？就是个搭桥。真的只是搭桥吗？那不然还能是什么？以你的性格，如果只是搭桥的话，你不会亲自带薛老去做 CT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和龙向东把 CT 室的人支开了。薛老绝对不是普通的冠心病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。是心脏血管肉瘤，瘤子长得非常快，病情进展这么迅速，很有可能会转移。这台手术你不能做。为什么？你昨天还跟我说，薛正伦抛开他这个人不说，他是那么多人的榜样，这个手术应该做。为什么现在就变了？你不知道事情的轻重。像薛老这样的老前辈，万一……还有仁外医院，朱伟宁和顾英雄，都是国内心外最有分量的大咖，他们都是薛老的学生。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两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鸣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虚伪了？我虚伪？昨天你知道是搭桥，还劝我这个手术要接。今天知道是恶性肿瘤，又不让我接了。我问你，今天不管他是薛正伦、张三还是李四，他在我这儿只是我的病人而已。我同样想问你，昨天你们俩是不是有旧怨？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怨恨就没了。你这么想做这场手术，难道不是因为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罕见病，手术难度极高，你想挑战它，不是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受益的是不是他？要是失败了呢？要先确定肿瘤是否转移，才有手术的可能性。你能骗过 CT 室，但核医学科就不行了。我猜的对吗？跟我走吧。
你现在不觉得冒险了？很冒险啊，那你还把自己小进来？因为你不会保护你自己，得有人帮你。一鸣，做完了，等结果吧。病人的身份和病情，希望你放心吧，我懂，希望不要转移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老秦，我跟你说啊，好几天没上手了，今天这2台手术啊，真是太爽了。好，你是爽。哎呦，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。你天生受累的命。别说是2台手术了，就是20台手术我都不怕。这就是外科医生的职业素养，这个你不懂。哎，老钱，你们上午干嘛去了？没干什么呀？还藏着掖着呢？不就是薛正伦找你们做搭桥吗？至于吗？哎，这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手术室的人都说了，说看见薛老在 VIP 病房呢。哦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唐佳瑜可真够走运的。他这也算是攀上高枝了吧？哎呦，那什么，我待会儿还得去 ICU 病房接周达，我先眯会儿去啊。不是，我看这全科呀，就你最娇贵，上岁数了嘛。赶紧去吧。哎呀，等退休了我。哎呀，廖主任，哎，这个是 CT 室补发的检查结果。行，你去吧。占位性病变，这不来搭桥的吗？怎么来了个占位性病变？右心房巨大，占位性病变，大小95毫米乘以74乘以45毫米。他肯定是用假病历来掩盖薛老的真实病情。如果咱们举报他，他这个中心主任的位子肯定就坐不稳了。这次就算了吧。哥，你是不是因为那次手术他帮了你，所以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不愿意得罪薛老。哎呀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呢？薛老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核素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肿瘤没有发现转移，可以做手术了。可以手术。太好了！哎，你看看我这。这肿瘤位置长得是真刁钻啊，根本没地方下刀。这个肿瘤标本取下来，应该也不小吧？办法一直有，其实就在眼前。心脏自体移植，肿瘤的位置已经决定了，不可能按常规的方式把它切除干净，所以要把心脏整个切下来，然后切除肿瘤，再用牛心包修补左心房，然后把修补好的心脏放回到病人体内。这比普通心脏手术可是要难得多呀！而且以薛老的年纪，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手术也是个问题啊。术后恢复也不容易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这个是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。手术指征评估合格吗？合格了。我就知道可以，老头现在天天练心肺呢。刚才我给他做术前访视的时候，我就问薛老，我说你不觉得做心脏自体移植过于冒险了吗？他说是很冒险，但也是目前最好的方案。他来安和找你手术，是为了求生，为了活下来。等我给他手术成功之后，让他看一看我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明天早上
手术室见。手术室见。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主任，挺好，挺好的。那我们准备去了。去吧。薛老说他要跟你说两句，才开始做麻醉。你还要叮嘱什么呀？是让我注意什么术前的步骤吗？没有，手术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当初我没收你这个学生，挺遗憾的，向你道个歉。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没有必要再提了，已经过去了啊。说还是要说的。当初没收你啊，不是因为歧视女生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反正都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。顾英雄、朱伟宁他们那个时代也快过去了。而你这个时代刚刚开始，在你们这一代的医生当中，你是可以留下名字的那个。到时候，平庸的医生会记得你，优秀的医生会尊敬你，病人会指望你。可以说前途无量啊！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好了，该做麻醉了。可以麻醉了。好，薛老不紧张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手术室我太熟悉了，就像我的家一样。我喜欢这儿的味道。开始了。消毒铺单吧，我去刷手了。什么？术式是心脏自体移植？唐佳瑜，薛老不是做搭桥手术，是心脏自体移植。他的诊断是疑似心脏血管肉瘤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这么大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叶一鸣，你也瞒着我，你们俩胆子太大了！马上停止手术，把薛老送回人外救治。现在胸已经开了，怎么停呢？你们太莽撞了！刘副院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手术，你在这儿影响我们手术。你可以出去吗？胸已经开了，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手术后，你们俩到我办公室。继续手术，给肝素上体外循环。电灯。镊子。点灯。心脏切除完毕，冰盆准备。
王主任别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是薛正伦的心脏。送去活检。换手套器械。心脏归位。喂，唐主任，活检确认是心脏血管肉瘤。没问题。完成大血管缝合。开放生颅脉。心脏负碳，可以关循环了。麻醉，给鱼精蛋白中和肝素。我再查一遍出血点，就可以准备关胸了。我来关胸吗？我来吧，这次我来缝，尽量缝得漂亮一点。血压骤降，肺动脉压增高，可能是鱼精蛋白过敏。我现在就给肾上腺素1毫克。上肝素吧。好。快冲击体外循环。氧气。再拿1支肝素。血压非常高。